傅老爷子这个时候打电话过来，傅婉宁看到爷爷的来电，对周阳说道：“我爷爷的来电。”周阳微笑示意他接听电话，他则扭头看向车窗外，欣赏一下东城的风景。爷爷，傅老在电话里问道。婉宁，你接到周阳了吗？接到了，我们在回市区的路上。傅老哦了一声，直接来东城大酒店吧，爷爷在这里订好了包间，等你们回到就可以吃饭了。要不要提前点好菜，还是等你们到了再点？爷爷，等我们到了再点吧。周阳是客人，总要让周阳点2道他喜欢吃的菜。跟周阳相处过，傅婉宁知道周阳看似不挑食，其实对饮食的要求挺高的，因为人家从小到大吃的都是细糠，身边的人都会烧菜做饭。行，那等你们到了再点。你妈刚才打电话过来，问你什么时候有空，你舅舅又给你相中了一位优质男，想让你这2天腾点时间去相亲。傅老对于儿媳妇儿总爱听娘家人的话，无奈至极，但还是很包容着儿媳妇儿。若不是儿媳妇甘愿守寡将近30年，顶住压力生下儿子的遗腹子，他们傅家就是真正意义上的绝了后。婉宁虽是孙女儿，女儿也是后人，只要有傅婉宁在，他们傅家就没有绝后。她老了退下来了，也不用担心傅氏集团落入别人的手里。孙女儿被她培养得很成功，有足够的能力接管傅氏集团，又不被亲情牵制，比儿媳妇拎得清。若是能找个能力强又正直的男人，不会肖想傅家财产的她死都能瞑目了。爷爷，我没空，不用管我，妈说什么说了，我不相亲。傅太太没有直接打电话给女儿，而是跟公公说，是知道女儿的婚事肯定要经过老公公的同意，所以她每次要给女儿安排相亲时，都会事先征得公公的同意才会和女儿说。只是每次公公那里没有问题，反而是女儿这一关过不去。这么多年来，娘家人给女儿介绍了多少男人，女儿都不想见面。若有相亲对象主动去接近女儿，女儿也不给别人面子。傅婉宁如今是傅氏集团的实际当家人了，她忙得很，外面的人也不是想见她就能见到的。舅舅或者姨妈介绍的所谓优质男，还真没有几个人有真材实料的，大多数是混日子的二世祖创业就亏本的，家里长辈宁愿他们混日子也不让他们发愤图强。没办法，他们的发愤图强太败家了，那种所谓的优质男在商界也没有地位，去傅氏集团提出见一见傅婉宁，连前台那一关都过不了，所以主动的男人也没有用。傅婉宁对于他们来说依旧是空中幽兰，他们没有那个本事摘下来。你妈妈说了也听不进去，随他吧，他说他的，你不听便是不过。婉宁，你还真的要考虑考虑人生大事，不能老想着做试管婴儿。爷爷，我手机信号不好了，先挂电话。傅婉宁受不了爷爷总爱念叨她不小的话，赶紧挂了电话。周阳在一旁听得到爷孙俩的对话，不过傅婉宁没有向他吐槽时，他是一句话都不会说的，那是人家的私事。傅婉宁的想法，换成他是傅婉宁，他也会那样选择车内安安静静的。好一会儿傅婉宁说话了，不是向周阳吐槽自己几乎天天被催婚的事，而是和周阳说起了合作项目的事。两个人一旦聊工作，会聊得忘我，忽略了时间的流逝。在工作上，两个人是一类人工作狂。2个小时后，东城大酒店，傅婉宁的车子停在了酒店的地面停车场上。他在这里有专用的停车位，因为东城大酒店他有股份，属于股东。他刚下车，就有一个衣冠楚楚的男人捧着一束鲜花小跑过来。请问是傅婉宁小姐吗？我姓唐，是你舅舅介绍的，你妈应该有打电话跟你说了咱们要相亲的事吧？傅小姐很忙，我就在这里等着你了。傅婉宁不想相亲，相亲对象居然跑到东城大酒店等着她的出现。是谁告诉这个男人他会来东城大酒店？都不用问，傅婉宁也知道是自己的亲妈。亲妈不敢直接打电话给他，跟爷爷说的让爷爷转告于他，也有借爷爷来压他，想逼他去相亲之意。傅婉宁冷冷地扫向唐先生，唐先生被他这样一扫，想再上前2步的念头打消了，还悄悄后退了2步，拉远一点距离，颇为英俊的脸孔上挤出了笑脸，小心翼翼地看着傅婉宁。
手上那束花递过去也不是，不递过去也不是，他就那样尴尬地捧着花束，心里腹诽，要不是傅家有着庞大的家产，傅婉宁又是独生女，傅家的家产以后都是她的，娶了她就等于娶了整个傅家，他才看不上傅婉宁呢。傅婉宁比不上他交往过的女友们，她们个个漂亮，身材性感，不像傅婉宁这般严肃得很，又天天一身职业套装，没有一点女人家的柔媚，也不是让人一见就神魂颠倒的大美女。虽然傅婉宁并不丑，但见惯大美女的唐先生还是在心里嫌弃她丑的。这个女人的眼神也很可怕，想到以后要和这样一个女人过日子，唐先生都想打退堂鼓。他喜欢被女孩子追棒，他的每一任女友都对他千依百顺的，只有他抛弃他们，没有他们抛弃他的。他就是家里生意不太好了，父亲和傅婉宁的舅舅私交不错，才想撮合他和傅婉宁。他家里也希望他能拿下傅婉宁，哪怕是上门女婿都可以，只要两家结成了亲家，他们家的生意就不用愁了。傅婉宁的舅舅也能得到一大笔的好处，大家是一拍即合。唐先生是吧？我妈没有回复你吗？我没空相亲，也不会相亲，不喜欢相亲，我说过我不会。嫁人请你离开以后，别再出现在我的面前。傅婉宁说完后，转身对悄然下车的周阳说道：周总，我们进去吧，爷爷已经订好了包间的。他朝周阳做了个请的姿势，带着周阳越过唐先生就要走。傅小姐，唐先生不知道是哪来的勇气，可能是看到了傅婉宁身边的周阳吧，被周阳的完美刺激到，居然敢小跑到傅婉宁的面前，挡住了傅婉宁的去路。傅小姐，你从不给别人机会，怎么知道适不适合你？你不嫁人你怎么生孩子？你们傅家难道不要接班人了吗？你不嫁人不生娃，你们傅家就绝后了。你是独生女，大概率是想招婿上门的吧？我就很适合，我会烧菜做饭，会做家务，能帮你把家里打理得整整齐齐的。我烧的菜做的饭也很好吃，吃过我亲手做的饭菜的人都夸，我可以和5星级大厨媲比了。我家有兄弟3人，我排行第2，可以当上门女婿，我父母没有意见。我兄弟们巴不得我去给人当上门女婿。我受过高等教育，人长得也帅气，咱们以后生的娃也不会差到哪里去，绝对能生出优秀的孩子，再好好培养，一定能成为接班人。咱们也可以多生几个，壮大你们傅家的人丁。孩子都跟你姓，我不强求孩子跟我姓的，不管姓什么，只要是我的种就行。唐先生拼命推销自己，傅小姐给我一个机会吗？咱们可以试着交往一下的，我又是地道的东城人，咱们两家离得不算远，不管是你嫁还是我嫁，两家来往都方便。他看了2眼周阳，说道：这不比傅小姐找的外地的强吗？外地的男人再帅，你不知根不知底的，被人坑了还会帮人数钱，有些男人就是长得好看。其实是中看不中用的周阳接了句话：先生，你说的有些男人是指我吗？唐先生愣了一下，没想到周阳会接话。他对上周阳那深如无底洞的黑眸，心头一凛，这个男人周身散发出来的气场特别强，可不像是中看不中用呢。傅太太说了，傅婉宁中午要在东城大酒店招待贵客，可能就是这个帅哥了，能被傅婉宁当成贵客的，想必是傅氏集团的合作商，也是大公司的老总。那个先生，我可没有指名道姓，你要自己对号入座，那是你的事，与我无关。有些男人的确是中看不中用嘛，就是小白脸靠着女人包养的，只会向金主撒娇的。周阳沉声说道：你看着我说出那样的话，就是暗指我不知道哪里得罪了你。你要这样侮辱我，我长得帅那是我天生底子好，我父母的基因好，我从小帅到大。当然了，长得太帅的确是招人恨，特别是面对像先生你这般丑的人时，你会嫉妒恨也很正常。比不过我的帅就说我中看不中用，先生的德行有亏啊。傅总，你先解决你的私人问题，我进去等你。周阳一番话说的唐先生的脸一阵红一阵白的，想反驳周阳时，周阳却不给他机会了。对傅婉宁说了句话后，周阳先进了酒店。傅婉宁冷冷地瞪着唐先生，冷声说道：唐先生，
我刚才说得很明白了，你还要纠缠不休的话，休怪我不客气。你们唐家还想在东城混下去吗？别以为你是我舅舅介绍的，我就会给你面子。我舅舅在我面前都端不起舅舅的架子，我都不会给他面子，就更不要说你和你们唐家了。周总是我傅氏的贵客，你当着我的面羞辱我的贵客，这笔账我会找唐总算清楚的。小齐打电话给唐总，让他立即马上过来，把他家乱吠的狗拉回去拴起来，别让他出来到处乱咬人。傅婉宁一般不会骂人，但唐先生扯到了周阳身上，惹毛了他，他不客气地骂唐先生做疯狗了，乱吠乱咬人，